这是唯一一部惊动总统的超大尺度犯罪悬疑电影，尘封10年的真实案件被搬上荧幕。韩国最高法院被迫历时2年，从美国引渡回逍遥法外的杀人真凶。2009年，韩国某知名导演秉着不怕死的精神，真实还原了1997年的梨泰院杀人事件，将韩国司法体制按在地上疯狂摩擦，明知凶手就在眼前，却无法给其定罪，每一秒都足够震碎三观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大学生在汉堡店里上厕所惨遭杀害，女友等了好久也不见男友回来，只好来到男厕所寻找，结果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男友。第二天，负责案件的检察官老白来到案发现场，可这里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理由竟是店家着急开门营业。老白气得差点吐血，好在早些时候鉴证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取证拍照。于是老白来到停尸间查看受害者尸体，得知身上一共有9处刀伤，并且死不瞑目，推测凶手和死者是有什么深仇大恨。随后又找到受害者女友了解情况，可女友却一问三不知，没有任何嫌疑人的线索，并且汉堡店里没有监控，估计嫌疑人是从后门逃走。可现在的问题就是根本没有嫌疑人。意外的是，过了没几天，驻扎在附近的美军基地里的 CIA 却移交过来一个嫌疑人，一般都是他们从这里提走相关嫌疑人，这回还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。脏辫张根硕，18岁，美籍韩裔，父亲是个为驻韩美军工作的墨西哥人，母亲是韩国人，但是他却不会说韩语。就在检方等待翻译的时候，美军那边又派来了一个妹子，按照美韩协议，调查美国人时必须有美国官员在场，否则任何认罪书均会视为无效。这美国爹还真是霸道，但 CIA 提供的完整认罪书又让老白等人摸不着头脑。随后在翻译官的翻译下，老白的审讯终于开始，可这次根硕却否认杀人罪行，说当时自己就是去上个厕所，恰巧碰到有人被杀，那 CIA 怎么会有他的认罪书？对此他非常恼火，说自己虽然是美国籍，但是没有皮肤加成，那些白皮狗对他屈打成招。听到这些，老白似乎明白了为什么 CIA 会主动把他送过来，派来监视的靓妹估计也只是做做面子。既然如此，老白直接拿出了从他家里找到的带血衣物，还有一把带血的军刀。面对这些证据，根硕依然一口咬定人不是他杀的。老白便问他当时还有什么人在厕所里，根硕说一个美籍韩裔的朋友胖虎。于是老白就找到这个胖虎，他的父亲肥龙也在。他说：“你别看我儿子长得人高马大，其实他还是一个未满18周岁的男孩，不可能会杀人。”意外的是，还没等老白开始询问，胖虎就着急忙慌地说出了那晚的情况。两人本来是和几个朋友在楼上的酒吧蹦迪，但中途饿了就下来吃几个汉堡。可在汉堡店里，根硕却嚣张地拿出一把军刀切汉堡，还炫耀自己曾用这把刀杀过人。胖虎当然不肯相信。等朋友们都走光后，根硕就说等会儿带他去看点精彩的。恰巧此时受害者去上厕所，两人便一前一后跟了进去。到了厕所，胖虎正在洗手，根硕忽然就用那把军刀狂刺被害人的脖子，之后还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，仿佛在询问胖虎他厉不厉害。当根硕得知胖虎指控他杀人时，便讲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。几个不良少年在汉堡店里吃饭，脏辫张根硕忽然拿出了一把军刀，胖虎见状立马抢了过来，说拿把刀就感觉很牛了吗？你杀过人吗？根硕肯定是没有。等好友都走光后，胖虎却对根硕说：“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些精彩的。”谁曾想来到厕所后，胖虎上来就狂刺受害者，血溅了根硕一脸，他已经被吓傻了。可忽然受害者又倒在了他身上，他慌张地将受害者推到一边，看着满身的鲜血，根硕手足无措，而胖虎却满脸笑容地从容离开。根硕的描述和胖虎截然相反，两人相互指控对方才是杀人凶手。检察官老白头都大了，目前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人是谁杀的，调查也因此陷入焦灼状态。好在没多久，法医那边就给出了科学的检测报告，根据尸体的伤口判断，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，这也就意味着第一刀就让受害者失去了反抗能力，加上伤口的位置和角度，推测凶手应该比受害者高大且强壮很多。显然胖虎才具备这些条件，于是老白推翻了美国 CIA 的结论，直接下令抓捕了更为强壮的胖虎。后来老白又对两人分别进行了审讯，胖虎显得非常紧张，对杀人细节的记忆几乎没有，反而是根硕非常冷静，他甚至能清楚地说出胖虎在受害者的什么部位刺了几刀。此时的老白已经更倾向于胖虎才是真凶。另一边，胖虎的父亲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坚信儿子没有杀人，让律师申请使用测谎仪。可意想不到的是，面对测谎仪，根硕依旧非常冷静，否认了罪行的同时，测谎仪没有出现任何异常，反而是胖虎一说到是根硕杀了人，测谎仪就像得了帕金森一样疯狂抖动。但这个结果只能作为参考，并不能作为证据。很快，案件第一次开庭，老白提交了先前的种种证据，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胖虎就是真凶，但明显他的嫌疑更大。胖虎的律师立马出来辩论，虽然从伤口判断凶手更为高大，但正常男人撒尿时一般都会采取半蹲的姿势，所以根硕也可以完成杀人。老白一听就急眼了，你才半蹲撒尿呢，你全家都半蹲撒尿，正常男人不是扶好低头就行吗？看着两人从上半身辩论到了下半身，法官也是相当无语，当即决定去现场进行模拟。第二天，根硕和胖虎就被带到了汉堡店。首先模拟的是胖虎，根据他的描述，自己当时正在洗手，根硕从他身后绕过去杀人，可他这接近半蹲的体型早已把厕所塞得满满的，人都挤不过去，更何况杀人。显然胖虎的口供有很大的疑问。接下来轮到根硕，他是跟在胖虎身后进入的厕所，这点两人的描述是一致的，显然没有洗手的根硕更为合理，他是站在胖虎身后看他把刀插进受害者的脖子。模拟顺利进行，可根硕忽然抢过工作人员的假刀，说他的姿势不对，并亲自演示了起来，每一刀都非常精准，在场的人都开始相信他的话。
可最后假人倒在他身上时，他却把假人推向了错误的方向。老白见状立马上前纠正，不曾想却被胖虎的律师抓住了把柄，说现在的检察官都开始为罪犯洗白了吗？很快案件再次开庭，胖虎的律师请来 CIA 出庭作证。CIA 本就是拿到了根硕的认罪书才将他移交给韩国检方的，律师认为 CIA 的侦办技术更先进，结果也更具有说服力。检方推翻 CIA 的结论明显是错误的，谁知老白却说这里是韩国不是美国，应该根据自己的方式还原真相。他甚至还又请来了一个更有力的证人小黑。After a while, AJ came to our table. 一个满身是血的胖子来到酒吧，好友小黑一脸震惊，询问他这是怎么回事。谁知胖虎竟然炫耀了起来。We did it. We just stabbed someone in the neck. 小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平时我们都是吹牛掰，可你小子是真的干。他询问胖虎为什么杀人。알렉스가 처음에 올라와서 왜 죽였다고 했죠? He said he did it for fun. 有了小黑的证词，胖虎的罪名基本坐实，而且他以杀人为乐的新闻很快就登上了头版头条，整个韩国民众都为之感到恐慌。最后的庭审时，两人依然坚持是对方杀了受害者，可显然此时所有人都更相信根硕。老白甚至指出，胖虎一直试图在利用自己的美国人身份逃脱制裁，是对韩国司法的亵渎和蔑视，而且到现在也不肯承认罪行，丝毫没有悔改之意，建议处以最高刑罚。最后，法官根据胖虎的恶劣程度，判处了无期徒刑，而根硕没有制止好友行凶，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。判决一出，肥龙当场报起鸣冤，胖虎依旧大喊自己没杀人，结果当然是被无情的拖走。押送时，肥龙还对儿子大喊，说一定会救胖虎出去。然而在押送车上，根硕的嘴角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另一边，肥龙果然在为儿子奔走上诉。一个领导模样的男人看了庭审资料后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场战斗你们谁也赢不了，但我可以不让你输。”看来是肥龙的超能力生效了。果然1年后，案件被移交给最高法院重审。由于案件还存在众多疑点，决定撤回原审判决，并且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胖虎的犯罪行为，所以被当庭无罪释放。胖虎父子兴奋地拥抱庆祝，可受害者家属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事后，受害者母亲询问老白：“既然胖虎无罪释放，那行凶的不就是根硕吗？虽然不能确定是谁，但不是可以肯定就是他2人之一吗？现在再重新起诉根硕不行吗？”遗憾的是，根据韩国法律，根硕已经刑满释放，不能再对他提起诉讼。可怜的受害者母亲崩溃大哭，直到最后她都不知道是谁杀了她的儿子，而且没有人为此受到惩罚。2个嫌疑人逍遥法外，甚至更加快活自在。这就是1997年真实发生在韩国首尔的梨泰院杀人事件。当年现实中的结局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觉得凶手是谁呢？好了，不卖关子，最后告诉大家，现实中刑满释放的根硕被限制出境，但由于警方的疏忽，没有及时申请限制令，导致根硕利用2天的空白期成功出境并逃到美国。直到2009年该片上映，韩国民众才了解到97年的这起悬案，一时间群情激愤。韩国政府迫于压力，打算将根硕引渡回国，可他们的美国爸爸向来喜欢拿捏别人，一直没能成功引渡。直到2015年，根硕在美国犯案，才成功引渡回国。而且他的一个朋友还出庭作证，说07年的时候，根硕亲口跟他说过，自己在韩国杀了人，而韩国警方却不能把他怎么样。关于胖虎，因为先前已经被无罪释放，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，检方决定不起诉，而是让其以证人身份力证根硕杀人。就这样，这起横跨近20年的悬案再次公开审理，根硕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。这迟到的正义好歹也算是给了受害者以及家属一个交代。